大家平安，这里是慧心医师食疗指南。我们常讲一句话，人到中年，血管先行。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老不老，不是看你脸上有几条皱纹，也不是看你头上有几根白头发，而是看你的血管。血管要是老了、硬了、堵了，那你身体里就像是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砰的一声，把你原本平静的生活炸得粉碎。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呦，慧心医师，你不要危言耸听了，高血脂听起来也就是血稍微黏一点嘛，我又没感觉，不痛不痒的，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各位乡亲，这才是最大的误区，大错特错。高血脂为什么叫隐形杀手？就是因为它没感觉，它不像牙痛，一痛你就知道要看医生。它就像是我们厨房那个下水道的水管，你每天倒一点菜渣，倒一点油污，今天倒一点，明天倒一点，你感觉不到它在堵塞，对不对？但那个油垢是在一天一天变厚的。如果你家的水管堵住了，顶多就是花钱找水电师傅来通一通。但如果是你的血管堵住了呢？当血液里的脂肪含量过高，那些多余的脂质垃圾就会慢慢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久了以后就会形成一种像粥一样粘稠的黄色斑块，这就是我们在医院常听到的动脉粥状硬化。这个斑块如果不稳定，哪天你情绪一激动或者天气一冷，它啪的一下脱落了，顺着血液流到心脏，堵住冠状动脉，那就是心肌梗塞；流到大脑，堵住脑血管，那就是我们最怕的中风。脑梗现在这个病真的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以前我们要担心70、80岁的老人家，现在我看很多竹科的工程师、办公室的上班族，30、40岁，那个血管年龄测出来，跟60、70岁的老人家没两样。为了降血脂，我知道大家都很拼。有的朋友每天只敢吃水煮青菜，一点油都不敢碰，把自己搞得面黄肌瘦，结果去验血，红字还是红字。有的朋友天天啃燕麦，啃到胃酸逆流，效果也就那样，最后没办法，只能吃药。但大家心里也都会犯嘀咕，是药三分毒，长期吃降脂药，像是他汀类 statins， 效果确实快，但很多长辈会担心啊，会不会伤肝，会不会伤肾？有的人吃了还会肌肉酸痛，全身没劲，甚至血糖也跟着乱跳，这简直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了，慧心医师难道就没有一种东西，它是天然的、温和的，既能当饭吃，不用担心那种强烈的副作用，又能帮咱们把血脂稳稳当当降下来的好东西呢？我今天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还真有。这个东西不是什么贵得要死的进口保健品，也不是什么深山老林里要吊钢丝才采得到的稀世珍药，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就在你的厨房里，或者你去传统的杂粮行就能买到。煮饭熬粥的时候，你只需要随手抓一把放进去，不仅能让这一锅饭的营养价值瞬间翻倍，让你的血脂一天天得到改善，甚至连你那个常年都不太好的消化功能都能跟着变好。这个神奇的食物就是红曲米，英文名字叫 Red Yeast Rice。 听到红曲这两个字，台湾的朋友应该觉得很耳熟吧？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拿来做红糟肉、做豆腐乳，或是客家人做红糟鸡那个红红的米嘛。各位，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种天然色素或者是调味料，那你真的是太小看它了，你这简直就是拿驻京饭碗在路边要饭啊！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红米，其实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它被誉为是高血脂的头号克星，是血管真正的清道夫。今天这期影片，我就要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健康守护神。我会非常详细的告诉你，它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帮我们刷干净血管里的垃圾的，除了降血脂，它对身体还有哪些惊人的好处，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到底要怎么吃，怎么搭配，才能把它的功效发挥到最大。而且我要特别提醒，有些禁忌如果你不知道，乱吃是会出事的，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在开始之前，如果你也渴望拥有一副干净通畅的血管，希望自己和家人从此远离中风、心梗的威胁，晚年能吃能喝，腿脚利索，请一定要在留言区打一上你所在的城市加血管健康这4个字。这不仅是对慧心医师最大的支持，更是你给自己下半生许下的一个健康承诺。也别忘了按赞、订阅，
把这支可能改变无数家庭命运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所有你关心的亲朋好友。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把红曲米的身世给扒一扒，它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红曲米，看它整颗紫红紫红的，以为它跟黑米、红豆一样，是天生就长这个颜色的农作物。错，红曲米不是一种单纯的米，它是大 M 和菌种爱情的结晶。简单来说，就是用我们平时吃的优质大米接种了一种叫做红曲霉菌的微生物，然后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下经过发酵之后，形成的一种传统发酵食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大米穿上了一件由红曲霉菌特制的红色外套。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发酵的过程，这就好比黄豆发酵成酱油，纳豆、葡萄发酵成红酒一样，这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生物化学过程。在发酵的过程中，红曲霉菌不是在里面睡大觉，它在辛勤的工作。它会产生大量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益的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在大米原来的成分里是没有的，这就是红曲米所有神奇功效的来源。我们的老祖宗使用红曲的历史那可太久了，上千年跑不掉。早在宋代的《清异录》里就有记载，在古代它不仅仅是用来上色、增加风味。明代的大医学家李时珍在他那部《本草纲目》里对红曲米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他是这么说的：红曲甘温无毒，消食活血，健脾燥胃。这简简单单几个字，其实已经把红曲米的核心功效概括得淋漓尽致了。但是古人虽然知道它好，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好。直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把红曲米拿到显微镜下，拿到实验室里去分析，才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这一研究不得了，结果让整个医学界和营养学界都大吃一惊。接下来就是今天这期影片最硬核、最重要的内容了。这个小小的红曲米到底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有哪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我帮大家总结了5大黄金功效，每一点都直击我们的痛点。第一个好处，也是它最厉害、最核心的看家本领——调节血脂，给血管大扫除。这可以说是红曲米最广为人知，也是经过现代科学反复验证、铁板钉钉的一个功效了。我们在前面说了，高血脂会导致动脉粥状硬化。我们再深入剖析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年轻的时候血管内壁光滑、弹性好，血流哗啦啦的流。但随着年纪大，加上吃太油、太咸、太甜，运动又少，血液里的垃圾胆固醇、三酸甘油酯就超标。这些垃圾像水垢一样，一层一层粘在血管壁上，垃圾越积越厚，通道越来越窄。最糟糕的是，这些垃圾会让血管发炎、变硬，像老化的橡胶管，一折就断。那红曲米是派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重点来了，记好了。在红曲霉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非常独特、非常珍贵的活性成分，它的名字叫做莫纳克林 K。Monacolin K 这个名字你记不住没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它是降脂药他汀类 statins 的天然原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上世纪70年代，日本科学家在研究红曲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个成分。他们惊讶地发现，莫纳克林 K 的化学结构竟然和我们现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降脂药洛伐他汀 （Lovastatin）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红曲米里天然就含有着药的有效成分，但它是以食物的形态存在的。这个莫纳克林 K 进入身体后非常聪明，它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肝脏。大家要知道，人体内70%的胆固醇其实不是你吃进去的，而是肝脏自己合成的。莫纳克林 K 能够抑制体内胆固醇合成的关键酶，这就像是把生产胆固醇的总开关给关小了一样。这样一来，肝脏生产的坏胆固醇减少了，血液里的坏胆固醇水平自然就降下来了。它就像是一个勤劳的清洁工，不仅阻止了新的垃圾产生，还帮我们把血管壁上多余的陈年老垢给慢慢清理掉。所以，对于那些轻度到中度血脂偏高的朋友，或者那些担心西药副作用还没到必须吃重药程度的朋友，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吃点红曲米，对于降低动脉硬化风险，那真的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天然礼物。但是，这里我要必须严肃地插一句嘴，做一个特别的健康提示 ：Weight check。虽然我们说它是药食同源，但它毕竟含有类药物成分。
如果你的血脂已经非常高，或者你正在服用医生开的降脂药，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觉得自己吃红曲米就能把药停了，或者是觉得自己一边吃药一边吃红曲米效果更好，千万别这样做，这会导致药物过量，反而伤肝伤肾。关于这点，影片后半段讲禁忌的时候，我还会细说，拜托一定要听到最后。第二个好处，健脾消食，让你的肠胃更有动力。很多长辈上了年纪跟我抱怨，慧心医师，我现在这个胃口是越来越差了。以前年轻时候去吃到饱都没问题，现在吃一点东西就感觉堵在心口窝，肚子胀胀的，不消化，还老是胃食道逆流。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脾胃虚弱，或者是脾胃运化无力。脾胃是我们身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脾胃不好，你吃再好的山珍海味，吃再贵的燕窝人参，身体吸收不了，那都成了负担，成了垃圾。红曲米在这方面有妙用。本草纲目说它健脾燥胃，这里的燥不是让你上火，而是指它能驱除脾胃里的湿气。红曲米性温，有一种独特的发酵香气，这种香气本身就能唤醒食欲。当你吃下红曲米，它能帮助脾胃动起来，加速食物分解。尤其是那些肉吃多了、糯米吃多了，积在胃里化不开的情况，红曲米有非常好的消导作用。所以如果哪天聚餐吃太油腻，或者感觉肚子胀气，熬点红曲粥喝一喝，你会发现胃里暖暖的，那股胀气很快就消下去了。第三个好处，活血化瘀，让气血更通畅。活血化瘀这个词大家肯定不陌生，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我们身体很多地方的酸痛、麻木、僵硬，归根结底都和气血不通有关系。比如有的朋友经常觉得胸闷刺痛，像针扎一样；有的朋友经常手脚冰凉，冬天到了手脚怎么捂都捂不热，指尖发麻；还有女性朋友的经痛，或者老了之后的关节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体内有淤血，这就是一条河流，如果淤泥太多，水流就慢。红曲米温和的药性能够帮助推动血液运行，疏通经络。坚持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脸色看起来会更红润，不再是那种暗沉发紫的颜色，手脚也变暖和了，这就是气血通畅的表现。第四个好处，抗炎抑菌，给身体建立保护罩。大家看红曲米那个漂亮的紫红色，那是它独有的红曲红色素、红曲黄色素，这些天然成分不只是好看，它们在微观世界里是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抗氧化是什么？简单理解就是抗生锈。我们身体每天新陈代谢都会产生自由基，这些家伙会攻击细胞，让皮肤长皱纹，让器官老化，诱发发炎。很多中老年朋友体内其实长期存在着慢性低度发炎，比如牙龈炎、关节炎或者血管壁的发炎。这种长期发炎是很多慢性病，包括癌症、糖尿病的温床。红曲米里的活性物质能帮身体把这种发炎反应压下去。第五个好处，预防骨质疏松，让你的骨骼更硬朗。说到骨质疏松，这绝对是大家的痛点，尤其是更年期后的女性朋友，稍微摔一跤就骨折，伤筋动骨100天，那真的太折磨人了。大家都知道要补钙，但光补钙不够，身体得能吸收啊，这里面维生素 D 是关键。神奇的是，红曲米里含有一种叫做麦角固醇的物质，它是维生素 D 的前体，进入身体后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2， 促进肠道对钙、磷的吸收，这就等于帮你的骨头加固。你看，这小小一把红曲米，从心血管到脾胃，从气血到骨头，几乎把我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都照顾到了。是不是觉得以前只把它拿来做红糟肉有点太浪费了？好，我知道你们急了。慧心医师说了这么多好处，到底怎么吃才有效？是不是直接抓一把生吃，还是有什么讲究？别急，我给大家推荐3种最简单、最实用也是最科学的吃法，大家一看就会。第一种，最简单的懒人吃法，红曲饭或红曲粥，这是我最推荐的日常保健吃法。平时蒸米饭、煮粥的时候不用做任何改变，只需要在洗好的米里抓上一小把红曲米放进去，比例大概多少？建议是10:1，10份白米或者糙米配1份红曲米。当然这不用拿秤去称，大概抓一下就好。刚开始怕味道不习惯，可以少放一点。
煮出来的饭是粉红色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酒香，看着就很有食欲。如果是牙口不好的长辈，煮成粥更好吸收。每天吃这么一碗，不知不觉就把健康吃进去了，这比天天吞药丸容易坚持多了吧？第二种清爽开胃的升级吃法，红曲薄荷凉面。台北夏天那么热，或者有时候胃口不好不想吃热饭，你可以试试这个。做法分3步：煮红曲水，锅里加水，放一小把红曲米煮20分钟，把米过滤出来。可以留着煮饭，那个红色的汤汁晾凉备用。调酱汁准备1个碗，放蒜泥、醋、一点盐，还有大家都爱吃的芝麻酱、麻酱。关键来了，用刚才晾凉的红曲水一点一点把芝麻酱搅开，这时候麻酱会变成诱人的粉红色。拌面最好用荞麦面，升糖指数低。面煮好过凉水，放点小黄瓜丝、红萝卜丝，摘几片新鲜薄荷叶，淋上红曲芝麻酱。这道面有红有绿，清爽不油腻，还有薄荷清香，特别适合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既开胃又降脂。第3种，养生达人的进阶喝法——滋阴活血代茶饮。如果你有喝茶习惯，一定要试这一款。材料去中药行抓，都很便宜。红曲米2克，葛根、生地、白芍、赤芍、生山楂各5克，把它们放杯子里，用热水冲泡，焖一会儿，或者用养生壶煮个10分钟更好。这里面山楂消食化积，葛根生津止渴，搭配红曲米，那是强强联合。每天喝1杯，预防动脉硬化，非常有好处。好了，讲完吃法，我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了。这也是今天影片最关键的警示部分。东西再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红曲米虽然是天然食材，但因为它含有类药物成分，而且药性偏温，有几类人是绝对不能乱吃，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请竖起耳朵听清楚，或者把这部分发给家里长辈。第1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正在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朋友，这一条我必须要画5颗星星，重点强调。如果你已经在吃医生开的药，像是 Lipitor、Crestor 这种，千万不要觉得双管齐下好得快。红曲米里的莫纳克林 K 跟西药成分是一样的，你一边吃药一边吃红曲米，等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药量加倍了。药物过量会怎样？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剧痛、尿液变深色、肝功能受损。所以正在服药的朋友想吃红曲米，一定要先问过你的主治医生，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第2类，孕妇及哺乳期妈妈，红曲米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在中医里，活血的东西对孕妇往往是禁忌，可能会增加流产风险。为了宝宝安全，绝对禁止哺乳期也暂时不要吃。第3类，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如果你平时特别怕冷，吃点凉的、油的就拉肚子，那红曲米因为有很强的消食导滞作用，吃多了可能会让你拉得更厉害。这类朋友如果要吃，一定要配点姜、红枣这种温补的东西。第4类，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不管是药物还是红曲米的成分，最后都要靠肝肾代谢。如果你本身肝肾就不好，额外的摄入会增加负担，一定要咨询医生。第5类，对真菌过敏的人，红曲是发酵产物，如果你对霉菌、酵母过敏，那这个你就别碰了。最后，我想跟大家多唠叨几句关于挑选和保存的事，这就牵涉到台湾之前闹很大的食安新闻了。市面上红曲米价差很大，怎么挑？是不是越红越好？各位，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红曲霉菌在发酵过程中，如果工艺控制不好，除了产生好的莫纳克林 K， 还很容易产生一种毒素，叫做菊霉素 citrulline。这个菊霉素是有肾毒性的，长期吃到菊霉素超标的红曲，不仅不能护肾，反而会伤肾。所以挑红曲米一定要记住这3招。第1招，看颜色，闻气味。好的红曲米是自然的紫红色，内外通红。你掰开1颗米，如果外面红里面白，那8成是染色的假货，或者是发酵不到位。闻起来要有淡淡酒香，如果有霉味、刺鼻味，赶紧扔了。第2招，看产地，认品牌红曲是我们传统特产，建议选正规大厂，有品牌信誉的，最好是有小绿人标章、健康食品认证或者有机认证的。虽然贵一点，但至少它经过检测，菊霉素是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千万别在路边摊买那种没有任何标识的散装货。第3招，看包装。
正规产品会标示莫纳克林 K 含量以及菊霉素的检测结果，通常是未检出或低于标准。如果包装上什么都没写，为了肾脏着想，还是换一家吧。买回家怎么存？它怕潮湿。台湾天气湿热，建议分装在密封罐，放冰箱冷藏。千万别像存大米一样随便扔在柜子里，受潮发霉，产生了黄曲毒素，那更可怕。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很多朋友觉得终于找到救星了，以后我就天天吃红曲米，大鱼大肉我照吃，运动我也不做了，反正有这把保护伞。如果你真这么想，那我今天这番苦口婆心就白费了。红曲米再好，它也只是辅助，它不是免死金牌。这就好比你家着火了，红曲米是一桶水，它能灭火，但如果你一边泼水，一边还往火里扔柴火，也就是继续大鱼大肉、熬夜、抽烟、喝酒、不运动，你觉得这火灭得了吗？真正想要血管年轻，还得靠自己修身养性。第一，管住嘴，少吃精致淀粉，少喝手摇饮，少吃油炸鸡排，盐酥鸡少吃点儿。第二，迈开腿，不用跑马拉松，每天快走30分钟，走到微微出汗就好。第三，好心态，气死人是真的，情绪激动最伤血管。第四，定期体检，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好就不用去医院，早发现早处理。做到这4点，再加上红曲米的帮忙，你的血管健康，我敢给你打包票，绝对是杠杠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做这个频道就是想把那些难懂的医学知识翻译成咱们听得懂的人话，帮大家去伪存真。我希望你听完这几十分钟，心里是踏实的，是有收获的。红曲米虽小，但它凝聚了几千年的智慧，希望大家能把它带回家，融入到一日三餐中。最后2个小请求：第一，请帮我按赞这个影片，你的每一个赞都能让这条救命的资讯被更多人看到。第二，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对自己有用的健康资讯。如果你有任何心得或者是独家的红曲食谱，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这里是慧心医师食疗指南，愿每一位看影片的朋友血管通畅，身体硬朗，福气满满。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